朋友们，如果你的生命总是活在各种制约下，什么自卑、否定、评判以及各种强迫性思维里，那么一定要耐心看完这个视频。我会引导着你用内在，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我会带你触碰到一部分你从未看到过的你自己，带你完成对自己生命范畴的穿越，重新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希望听完今天这条视频以后，大家可以卸掉身上的枷锁，走出压力，轻松自在地面对人生。首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总是愿意把自己困在各种各样的概念里呢？难道是还嫌自己的人生不够苦、不够累、不够难吗？然后每天还得自己给自己套上一个重重的枷锁，再弄个笼子把自己关在里边。其实，什么敏感、自卑、懦弱、无能、脆弱等等，这些全都不是我们真正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通通的都不存在。再说了，我们要打算如何用我们头脑的理解和思维，去解决这些头脑中的认知和概念呢？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问题本身的维度去解决问题，它们都是头脑这个维度的东西。最后呢，只会互相打仗，变成一锅粥。结果呢，就只能是我们自己的能量被削弱，我们的生命力被削弱。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总认为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自认为存在的这些问题呢，其实都不存在。如果我们不去评判自己，不去给自己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些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经常陷入自我评判，总是认为自己不够好，有各种不好的缺陷，配不上任何成就和赞美，很难得到真爱的人，你现在可以先闭上眼睛，真诚地告诉那个总是跳出来否定自己的自己，我现在的样子很好，我已经足够好了。既然我都被邀请来到这个世界了，那我还需要其他任何人的许可吗？说完以后，安静地等待，观察一会儿。好，现在告诉我是什么感觉呢？接下来，你可以带着此刻的感觉，认真地审视一下那些一直以来你所认同的，随时随地都会跳出来支配你的，在你头脑里的你对自己的评价，它们是否是真实的？它们与你现在的生活真的相关吗？好，现在再继续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潜意识里被植入了只能去关注自己身上的缺点的程序，那么请问，当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程序和它的启动以后，你还要不要继续心甘情愿地执行这个程序呢？请保持对自己最大的坦诚来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决定选择不要去执行这个程序，那么你能否去寻找到自己身上的一切曾经达成的成就和一切正向积极的部分，然后就从现在开始去主动地关注它们，而不是时刻否定自己、鞭挞自己，给自己下很负面的定义呢？如果你全然地跟随了我上面的引导，那么你现在就应该发现，一直以来你都太懂得如何折磨自己了，这简直是你最擅长干的事情了。这对你来说实在太容易了，因为它完全是自动化、机械化运行的。它们是在你的童年时期就已经被书写进你潜意识里的程序。正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既有的、固定的运行机制，才导致了你在今后的人生中很难再执行新的程序。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被困在一个很弱很小的生命范畴里。好，那我现在再问你，你觉得这些诸如认为自己不够好的观念，是你与生俱来的吗？难道是当你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那一瞬间，自己就会说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做什么都是不对的，我不够好，我需要变得不一样，我必须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只有这样别人才能爱我、尊重我、承认我，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这些叫执念也好，业力也好，自我的信念也罢，它们通通都是你在出生之后在后天所学习到的，都是你在童年时期被一点一点灌输的，不是吗？它们根本就不是你本来就有的，它们并不是事实和你生命的真相，所以我才会告诉你，你的生命范畴需要被穿越，制约着你生命无限可能的枷锁需要被击碎。你收到了吗？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它正在被一些东西所制约，所以你才无法成为真正的那个你，所以你的生命才会不断地显化为很多低级的小我，以各种不同的痛苦之身存在，就像是没有节制的饮食，各种强迫性的思维，无限度地沉迷在虚拟世界，对药物、酒精、尼古丁的依赖，麻木而疯狂地囤积财富，对权力的痴迷，疯狂追求冒险和刺激，甚至是自残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以痛苦之身存在时会显化的行为。当那些在你潜意识里的程序一旦启动，你就很难分清什么是你头脑的评判，什么是现实的世界了。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立刻停止对自己的评判，你没有什么过错，你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这一切都是你曾经儿童时代的过往，它们与当下的现实，与此刻这个成年的你已经毫无关系。对，这就是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要时刻通过自我观察，通过内在的觉知，清楚知道的你生命的真相。你要随时和这个真相待在一起，你要随时看见这些你头脑中的想法，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可怜又无助的小孩子的恐惧和伤痛，而这个小孩子正是儿童时期的你自己。这些感受正是你在儿童时期最熟悉的感受。你要看见，这其实和今天的这个成年的你无关。看见即是剥离，接纳即是疗愈。当你能做到全然的看见，并且坦诚地去面对和接受你在某种外界的情境和发生中，又一次自动化地退回到了无意识的儿童模式，那么你就会发现，面对自己的人生剧本，面对根深蒂固的自我的评判，你其实是有选择的。举个例子，我在评论区看到有个朋友说自己有很严重的洁癖，碰到自己觉得脏的东西必须要去清洗或换掉衣服，心里才会舒服，不然就会觉得自己脏了。我不妨就拿这个案例来带着大家实操一下，一起来体会如何突破生命的制约，穿越到一个全新的生命范畴。首先，所谓的洁癖呢，其实就是一种你固有的习惯性的思维反应机制，也就是你总是会无意识地强迫自己如此思考。这种思考是无意识的，并不是你主动有意识地去进行的。而一旦进入了这种无意识的思考，接下来你就会在这种思考所产生的各种痛苦情绪中，像个木偶一样的麻木的行动。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你的潜意识里，很早以前就被植入了一些程序，它们很有可能就要追溯到你的童年时期。这些程序可能会被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发生突然的激活，不管它们是何时被植入的，又是如何被激活的，都不重要。你只要记住一点，但凡出现在你生命中困住你、阻碍你的，那就都是你需要去化解的功课，一切都是合理的。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你如何清楚地看见这个程序，了解这个反应机制在你内部是如何运作的，并且你要做的是重新把你的意识带入进去。有了意识，你就有了选择，你就可以去重新给自己书写一个新的程序。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的内容，那么你也一定会知道如何在情绪之下，通过内观来先让自己平静下来。现在请你先告诉我，
每当你的内在开始对抗，也就是那个程序开始启动，让你展开被迫性思考，开始要支配你去做一些无意识的行为时，告诉我，具体是哪种情绪在你的体内汹涌的流动呢？是焦虑、暴躁、不安、低落、恐惧，还是其他什么呢？当这个情绪在你的体内流动时，你的身体正在经历怎样的感受呢？去觉察这种感受，是汗毛竖起、呼吸急促、动作加快、眉头紧皱、大声叹气、紧咬牙关、胸口憋闷，还是其他什么？请如实地感受它，记住它，不管它是什么，你都要对这个情绪保持不带任何评判的接受，并且从此你要对它保持警觉。你要做到，当它下次再一次到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对它的降临有所觉察。当你有了这份觉察，那么你就会知道，它并不是你，你是一片天空，而这些情绪只是突然到来的坏天气而已。你本就安然无恙，但是安然无恙的前提是你要知道你是天空，而不是暂时遮蔽了天空的坏天气。好，接下来你要再通过识别和觉察情绪而获得的这个片刻的安静空间中，去清晰地看见和观察你的那些无意识思考。记住，除了看见和观察，什么也不要去做，也不要去评价，只是如实地说出来自己看到了什么。比如，我看到了现在我的头脑正在告诉我，我的手上有很多的脏东西，我必须去洗手，否则我就会得病。然后我一旦得病之后，就会面对各种痛苦和失去，甚至还会面临死亡。好，现在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充满恐惧的、可怜又无助的小孩呢？不要评价什么，你可以想象着自己轻轻地抱了抱他，摸了摸他的头，然后你对这个小孩说，或许你就是曾经的我自己，但是你并不是现在此刻的我。如果你能顺利地按照我说的去做，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要开始要从这个痛苦的小我中解脱出来了，因为你已经拥有了去质疑它并不是现在的你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当下的力量，就是观的力量。好，现在你需要做出下一阶段的选择。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去选择主动的受苦，选择进入到真正的生命范畴的穿越？如果你准备去勇敢地彻底击碎这个制约你的枷锁，去迎接一个全新的更加自由的生命范畴，那就带着一个全新的信念，对你头脑里的那个声音喊停，然后想象一下自己远远地看着那个受伤的小孩，真切地感受自己已经不再是他，那些旧有的想法、信念、评判、联想，通通都不存在了，都和你剥离开来了。你已经从一个不真实的剧情当中回到了此刻当下，回到了现实。好，既然如此，那就真诚地问问自己，此时此刻我可以邀请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呢？我希望自己可以如何做呢？这就是自己带有意识的全新的选择。没错，我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再次的去洗手了，我不需要再次去重复这些相同的我已经完成的步骤了，我不需要再去担心那个儿童时期的自己所担心的事情了，因为它们通通都不是真实的。好，现在就去做，马上就去完成你的穿越，去击碎那个困住你很久的枷锁，去和那个在你头脑里的声音反着来，去主动地感受那种撕裂的痛苦，去感受一种叫做通过不做自己而成为自己的苦。如果你最终可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那么恭喜你，你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自己，你将体会到真正意识上的生命的自由。大家一定要记住，由着惯性来肯定是最容易的事情，在惯性中做到定和观，然后跳出惯性而为，
那才是最难的事情。所以认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这就成了一个不用去直面和对抗惯性的理由，这才是真实的情况。为什么佛陀会说人人皆具如来智慧，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从妄想执着里出来，去回到那个本来，去以本来的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想通过实修来让自己发生转化，那首先大家就要先把自己给自己安上的各种标签给拿掉，不要像个鸵鸟一样把头埋进土里。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没问题的，因为自己本就是超越了负面情绪和妄想执着的更高级的圆满具足的存在。但是现在你自己需要做出选择，要先坚定地选择成为那个真正的自己，先选择走向这条向内回归而不是向外抓取的路。这就是实修，这就是致良知，这就是人生真正的功课。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实修者，那么你就不会再去说自己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你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因为那样是会让你更加加深你对这个潜意识中自我评判的认同，让它成为你的命运。你只会说我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看见了自己的什么情绪，我看见了自己又在哪些外境的纠缠中发生了什么样的自动化无意识反应。我接受并且直面自己的人生功课，并且这是我自己的人生，所以我需要对此负责。我要通过剥洋葱一般的自我观察，去坚定地把意识带入到我的生命，带入到我的潜意识。就像天空即使突然布满了阴霾，甚至是狂风暴雨，那么这也只是暂时的，是天气就总会过去。我永远都知道，自己并不是无常的坏天气，而是天空本身。明白了吗？好了，以上的内容就是我希望你在下一次的内在业力反应被触发的时候可以去完成的内容。这就是你的实修功课。希望这期的内容可以帮到你，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上面这个案例中举一反三，去看见自己的制约，去勇敢地面对它，去选择主动的有意识的受苦，去最终完成生命的穿越。最后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